还有一件事啊，战士们的这个补给都上来没有啊？朝鲜北边这个天气啊，现在是很冷的。彭总，您看，全都是新棉花絮的，暖和着呢。暖和着呢。哼哼，就是这个衣服的问题呀，让宋世伦的救兵团是吃了大亏的。所以啊，有什么困难，你不要给我藏着掖着，直接告诉我，我会全力帮你解决的。我这次到北京，就是办这个事情。彭总，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Who is it? Hey man, relax. I'm only here to take a shit. Are you crazy? Oh my god, Stan King, a shit. Dude, kid, don't you know the enemy has a very powerful... Ibi! 东边冒头，怎么回事？是对方狙击手。我来引开他。抬头，我去。老三，找到他没有？确定吗？一、二、三。啊！卢师傅！卢师傅！卢师傅！撤退！
Faster than me, huh? But I've cheated. 医生，医生，过来，快来个医生！哎，齐大夫，你这太好了，快看看，什么情况？是陆振峰，他眼睛中弹了，你一定要救活他。小金，一定要保住我的眼睛。你放松点，交给我，相信我，知道吗？准备手术，赶紧！是。哎，怎么样？能救活吗？你再拉着我就救不活了。拿着。什么呀？急救包，关键时刻可以救命。你一定要把他救活啊！放心吧，交给我。谢谢。朴主任，郑大哥，哎呀，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啊！让我看看。哎，你们不是在后方总医院吗？怎么跑到前线救治所来了？金大夫主动要求来的，有很多伤员运到后方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就到前线来了。坐坐坐。哎呀，你先坐。打仗啊，就是这样啊。在担架队干得还顺利吧？还行，我一个人就从前线背下来100多个伤员呢。领导说了，还要给我记功。哎呀，干得真不错啊！啊，怎么样，听大哥的没错吧？哎呀，大哥呢，马上要回部队了，有件事情要拜托你啊。我有一个兄弟在里面做手术，你帮忙照顾着点。那你保重，去吧。主席，子龙，彭总，主席工作一直到天亮，这会儿才刚刚睡下来。你要汇报工作，能不能先等一等啊？哎呀，我找主席有急事的。
哎，彭总，主席太辛苦了，不让人睡觉啊！主席啊，是彭浪总来了，说有急事汇报。主席，麦克阿瑟都拦不住他，你叶子龙能拦得住啊？主席，我汇报工作。进来吧。也就是你彭老总啊，非要在人睡觉的时候闯进来谈工作。主席，前线在激战。我长话短说，第4次战役跟第3次战役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看你这风风火火的样子，肯定还没顾上吃饭。子龙啊，搞点吃的。是。哎，不用。主席，我先汇报工作。人是铁，饭是钢，你不吃饭，我就不听汇报。主席，让我先汇报工作。汇报完工作以后呢，我再踏踏实实吃饭。犟脾气呀！好吧，听你的。行了，准备饭去吧。老彭啊，军委个别同志对你有看法呀？为什么不能乘胜追击，打到釜山去，把敌人赶到大海里去啊？还有说呢，从北到南，一推就完。说的轻巧，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前线。主席，你是知道的，我坚决下令停止第3次战役，因为我发现那个李奇微啊，佯装败退，实际上，他现在是在给我们挖坑啊。就说汉江防线吧，我们守了个1个多月了，50军38军，损失那是触目惊心。主席，现在我们不是考虑应该怎么把美帝赶下海的问题，而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守得住38线的问题。我支持你。共产党人必须实事求是，全军后撤到38线附近，展开交替防御，尽可能阻击北进之敌，给第2轮入朝作战的部队争取时间。现在杨得志的19兵团已经入朝了嘛，宋时轮的9兵团也休整得差不多了。等这2个兵团到齐了，我们再发动第5次战役。主席，这2个兵团，加上我手上现在6个军，都不够啊。陈赓的3兵团，还有杨成武、董其武的兵团，都要抓紧入朝啊。我发现呢，自从李奇微上任以后，美军是缓过劲儿来了。我们的兵力还得加强。对呀，李奇微现在啊，已经发现了咱们后勤上的弱点。我们进攻他就跑，头7、8天绝不恋战呐。他们是机械化部队啊，这1天可以舒舒服服的向后退30公里，这刚好呢，是我们部队呀1晚上拼死拼活追上他们的这个距离。等你追上他了，他又跑了，直到把我们呢耗得弹尽粮绝了。他的坦克、飞机、大炮，全过来反扑了。我们在他们的电报上那个破译呢，他们管这个叫磁性战术。我看，也可以叫狗皮膏药战术。粘着咱们打，撕又撕不下来，甩又甩不掉，很讨嫌。这个李奇微打仗是动了脑筋的。不过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必须承认，我们在阵地防御战方面还需要提高啊，尤其是如何减少战士们的伤亡。是，主席。所以啊，主席，我提议把汉江防线上防御的部队都尽快的撤下来休整，牺牲多少补充多少。还有后勤的问题。明天的军委会主题就是保障朝鲜作战，你有什么要求就全部提出来，我会无条件支持你。主席，谢谢你。行了，你不让我睡觉的目的达到了啊。主席，
你先别急着赶我走啊！我还有句话窝在心里，我不说出来，这辈子我不会安宁。一定要说吗？不说不行。好吧，那就说说。我把暗英交给你，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唉，不说清楚，我在心里你也堵得慌。暗英啊，暗英是个好孩子，他在司令部工作，很勤勉，跟大家相处得非常好。直到牺牲前，大家都不知道他是您的儿子。可是没想到，这次轰炸，哎呀，主席在电报中反复地强调，司令部防空要注意安全。可是我呢，却没有重视。暗英的牺牲，我有责任。说完了。说完了。老彭啊，我要告诉你，这件事你没有责任，放下一切心理包袱。暗英是自愿报名参军的，是我亲手送到你的部下当兵去朝鲜的。打仗嘛，哪里有不死人的呢？怕死我们就不去朝鲜了。这件事啊，就说到这里，最后一次了。作为父亲，我想念他，为他流泪。作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我为我们有这样的好战士骄傲、自豪。主席，我们在那边把暗英都安葬好了。暗英葬在朝鲜，对中朝友谊有更大意义。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主席，这是暗英的义务。谢谢你，老彭。
安英好像还在我身边，我感觉这上面还有她的体温。主席，您多保重。我走了。你是给我带来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报告，报告主席同志，我们机器总厂经过攻关，已经解决了问题。是癌界。哦，对，癌界。哎呀，这2个字啊，又难写又难念，这回我记住了。保卫新中国，不仅仅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事情，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责任。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主。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保家卫国，义不容辞。我们的新中国刚刚成立没多久，各行各业确实是困难重重。北方大旱，粮食和农作物很难收上来。现在就是国内的部队，一天也是3顿杂粮粥啊。不过，请彭总放心，我们就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把粮食扔给志愿军。彭总，我们把拨给南方剿匪部队的手榴弹和轻重机枪先给你们用。至于打土匪嘛，有个38大盖也能凑合用。总没有打美帝困难吧？同志们，我来表个态，我们今年的棉服就不改装了，新来的棉服全部送到朝鲜去。好，正好我们刚培训出来2个连的汽车兵，正准备到大山里去搞铁路建设。老彭啊，就借给你用吧。好，很好，今天的会开得很好。毛主席已经决定第2轮、第3轮部队入朝参战了。抗美援朝将会是一个长期的作战，这将对我们后勤的物资保障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啊！希望我们大家尽全力支持志愿军，支持彭老总。同志们，在这里呢，我代表前线的战士们，谢谢大家了。谢谢。
睡了。孩子们一直都在等你。哎呦，玩累了，说睡就睡下了。哎呀，好啊好。嗯，哟，这可够淘气的。行了，别捣乱别人。哎呀，来。多好！就说你淘气，嗯，终于算是回来了，我去给你热热饭菜去啊！别了，打了一天嘴仗，不饿了。都是自己同志，打什么嘴仗啊？再说毛主席、周总理对志愿军这么重视，各级领导怎么可能不支持呢？哎呀，你不懂，支持是都支持，但是国家太穷了，各个部门呐，穷的是叮当响，他们也是重任在身。我今天就当回恶人吧，蛮不讲理的，把老战友这些家当都给搜刮干净了。好在呀，给前线凑了物资了。老彭，那你这次回国，就是来打自己人的土豪了？打什么土豪？国内跟前线一样，我们都是穷鬼。话又说回来了，和美国人打仗，可不就是穷鬼跟富豪打吗？你要是这个样子，人家以后谁还搭理你啊？这你就错了。搭理我的人可多了，散会以后啊，很多人都请我吃饭，我拒绝了。知道为什么？为什么？陪你呀。这还差不多。不早了，要不你休息吧，我给你弄点热水，你泡泡脚啊。哎，车在下边等着了。这就走？疫情近期这2天，邓华来了无缝电报了，美国人呢有大动作。我得赶紧回朝鲜去，知道吗？哎，听我说，不要哭，照顾好自己啊。行了，哎呀，好了，走了。老彭，你也要照顾好自己。我和孩子们等你回来。不哭了。好了。坚强点儿。好了，多了啊。
由于美军掌握着朝鲜战场的制空权，对志愿军前后方实施茶壶口式的轰炸、扫射，昼夜不停地攻击志愿军后方交通线，给志愿军行军、作战和后勤保障带来极大的空中威胁，直接影响到作战规模和作战进程。现在美军完全控制了朝鲜半岛的上空，我们的后勤补给损失惨重啊！制空权的问题亟待解决。我们是否应该将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困难通报给斯大林同志，以求得他的支援？这样不仅有利于统一对抗美援朝战争长期性的认识，而且美国兵力的削弱有利于苏联，也有利于我们快速解决朝鲜问题。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都1年多了，双方都应该按条约办事嘛。是啊，主席啊，我们抗美援朝的运动也不能松懈呀，全国炒面应该扩展到更多的城市。我们还要多生产蔬菜和肉类罐头，加强战士营养，减少夜盲症。先解决吃饱，再解决吃好。武器装备也要尽快更新，想办法挤出钱来，再从苏联采购几个师的装备，买一些飞机和高射炮，再买它几千辆汽车，保证前线供应。有困难吧？是啊，我们的底子薄啊，抗美援朝把我们的家底掏空了，每一发子弹都是钱，何况昂贵的飞机、坦克、汽车。非常时期，还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吧。好，我现在就去找抗美援朝总会的会长郭沫若谈谈。哎，你也学彭老总不让人睡觉啊？啊，你看看都几点了？哎呦，凌晨1点了。天亮再去吧。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have been retreating on a great scale. Operation Killer was a great success. Another victory after Incheon landing! Stop it! I didn't convene you here to celebrate victory. We did not reach our goal yet. Operation Killer was designed to kill as many enemies as possible, but this did not happen. Yes, we surrounded the Communist Army in North Jaechung. However, here in Hyeongsung and Chipyeong-ni, instead of destroying them, we let them off easily. Frankly speaking, the killer missed its target. But at least we can see victory on the horizon. Of course, the balance of victory is tipping toward us. However, we need to be more patient. We need to keep moving forward and north. The first step is to take back Seoul. And then we push toward the 38th parallel. We have to keep applying pressur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We don't have enough troops for an all-out attack. Therefore, our strategy is to have the 9th and 10th Corps on the center line. Push north. And break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and the North Korean troops. And then
outflank Seoul. That's why I call it Operation Ripper. The clock is ticking. Let's move! Yes, sir!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это телеграмма от товарища Мао Цзэдуна. Цель прежняя. Они просят нас о помощи. Какая обстановка в Северной Корее? Там все еще тупиковая ситуация. Но, возможно, они не смогут удержать Сеул. Садитесь.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просит нас разместить наши военно-воздушные силы в Северной Корее. До этого наши летчики воевали только над Ялудзяном. Наши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не один и не два раза просили меня о помощи. Мы эту помощь оказываем. Я здесь согласен с товарищем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 будет долгой войной. Но, отвлека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ситуации в Северной Корее, мы хорошо используем эту ситуацию в Европе. Я думаю, если китайцы разместят 2 авиационные дивизии в районе Антона для прикрытия электростанций и тыловых коммуникаций, мы сможем приказать генералу Белову перебросить 2 наши истребительные дивизии в Северную Корею. Но помните, американцы ничего не должны знать об этом, иначе у нас будут большие неприятности. Наши летчики, воюющие над Ялунцзяном, носят форму ВВС Китая и форму ВВС Кореи. Фюзеляжи наших самолетов без опознавательных знаков. Я думаю, эту ситуацию нужно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когда наши 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войдут в Северную Корею. Скажите товарищу Мао Цзэдуну, что мы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обеспечим их вооружением, техникой, зенитными орудиями и 6000 автомобилей. Хорошо.嗯，这哪支部队啊？是19兵团的63军。哦，63军赶上来了。彭总，您到北京啊，这么一催一拍桌子，大家都紧赶慢赶的都往3八线上跑。杨司令的19兵团马上就要到预定集结的地域了，第3兵团呢也快要出发入朝了。彭总，咱们是不是能喘口气了？美帝不让我们喘气儿啊！这麦克阿瑟准备把战线还要继续往北推呢。麦克阿瑟还没被打疼啊！快躲起来！怎么回事？彭总，这是咱们后勤想出来的新方法。这条路上有咱们不少专门防空的哨所，一旦发现空情啊，就马上发信号弹。这路上的车啊，该躲的躲，该藏的藏，效果很不错。哎呀，防空哨，这个办法好。咱们这缺雷达，有人员来弥补，好办法，好办法。哎呀。可以走了吧？哎，可以了，走吧，走吧。陈峰，是我。小军，感觉怎么样？感觉很好，
是不是该拆线了？明天拆线。好。郑瑞，你来了。哎呀，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咱们可真是心有灵犀啊！我闻到了你身上那股特殊的臭味儿。说什么呢？你把我背回来的吗？好兄弟，你能活着，我真是太高兴了。有你在，我死不了。哎。